肉也太顶级了啊，而且就是我们喜欢的肥肉。我最爱，它就5%的瘦肉，95%的肥肉，这是我的最爱。然后把那个蛋黄直接流到饭上面的感觉，跟饭一起吃，一定要加点那个土鸡太阳蛋，太好吃了。他的店对面开了一家全家，他就叫全家对面，他是这家面店，然后那个面的话就是那个面。中山区美食，姐妹来报时，我是阿妹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收看《报时姐妹》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台南的中西区啦。这边的美食呢，分布在了国华街、海岸路还有保安路，有很多呢获得了米其林跟必比登的推荐，也有很多店家获得了500碗。今天呢，就来找寻一下属于我们报时姐妹的美食推荐店家。没有错，而且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康乐市场上面呢，有一只很可爱的吉祥物哦，它叫做蔡奇鸭。台湾人真的太会玩谐音梗了，难怪网友都说要台湾人放弃谐音梗真的是太难。真的，我觉得你很厉害呢，立刻 get 到哦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要去找谐音美食啊，不，我是说要去找好吃的美食哦。没错没错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 ，Let's go。接下来我们吃这家叫做天后家常手路，这个名字你们想到什么？天后宫吗？ bingo， 答对了。你知道它的名字啊是跋杯了13次之后才取到的名字哦。那就是有妈祖加持，对，有保庇的，而且你看这边米其林2024哎，哇，超强美食，走，我还去吃饭。哇，太厉害了吧！不愧真的叫天后啊！我有一种在吃半桌的感觉了耶。没错，而且你不觉得我们坐在这边吃饭就感觉真的像天后一样吗？因为这些菜真的是平时我们真的要吃的话，真的舍不得吃。今天这样吃真的是天后般的待遇，真的。但有一些啊，譬如说那个金瓜米粉哈，平常还是可以吃得起的，对。但是呢，大家的做法就是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决定先来开动。你想先吃哪一道？我想先吃这个麻油鸡。好，麻油鸡油饭。这一道它是要提前预定的哦，它非常的热卖。哇，我刚才在盛米饭的时候，那个麻油香整个扑鼻而来，我都闻到了。而且冬天就是要吃麻油，就会整个身体都暖起来了。带你吃饭的时候呢，我来吃这个金银蛋时蔬。它那个米糕啊，整个吸饱了那个麻油跟那个鸡汤的汤汁，然后上面的鸡肉，我觉得它也炒得非常的嫩。我的金银蛋时蔬好下饭哦。然后光是蛋就有3种，它有咸鸭蛋、有皮蛋，还有呢鸡蛋，然后用煎的做法，再配上丝瓜，因为丝瓜呢本身就是很会出水的蔬菜，所以它的菜的甜味包含了所有的蛋的那个融在里面的蛋液的味道，变得很浓郁。但是呢，虽然它有咸鸭蛋，但是一点都不咸，然后反而有一点像是你在吃那种苦瓜咸蛋的感觉，就是那种沙沙的口感。哦，我懂那个意思，浓稠的，好好吃哦。哦，那这一碗真的。就是有3种蛋的整个搭配，所以这一碗真的有担当实力的主角，担当跟担当，哇，有没有谐音梗？你们什么都不笑，那你们不懂我的意思哦？担当嘛，对，但是不是4声嘛，担当嘛。啊，对，我懂你的明白，我懂。哇，梅姐真的太懂我了，辛苦你了。我怎么在你身上看到爱丽丝的感觉了？跟他相处之后，就整个变油腻，被带跑了。这道菜好特别哦，它要做10具卤肉，我还没有吃过10具耶。10具就是这个，它可是从澎湖特地捕来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一般我们叫章鱼，但是呢，其实它叫10具。哇，它有点像那个，它有点像那个鱿鱼干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很有咬劲，而且满浓的胡椒味，不知道，很香。但是我里面更喜欢的是，蟑螂，它的卤肉，它的卤肉也太顶级了啊！而且就是我们喜欢的肥肉。我最爱，它就5%的瘦肉，95%的肥肉，这是我的最爱。哇，卤到整个超入味的，卤汁超香，好好吃哦！它
它就是也有这种半肥半瘦的部分，不过它的卤肉吃起来不软烂，不恶心，是 Q 弹的。这个妈好好吃哦。它就连瘦肉都表现得非常优秀，不柴。瘦肉给你，我绝不会跟你抢。今天我要吃这个日式和风蛋豆腐。我们俩吃东西好像桌上一定要有个炸物才算完美。它是蛋豆腐，所以更 Q 嫩。哇，有点像老皮嫩肉的 feel，就外酥内软嫩。而且鸡蛋豆腐它给的好大块哦。然后里面衣啊裹得非常的薄，但是因为太薄，然后失去那个口感，它就有点带脆脆的。这个南瓜米粉一定要试一下，满满，它是不只是米粉而已哦，它是每一条那个米粉上面呢都裹着南瓜泥耶，太过分了，让你扎扎实实的吃到那个每一口都是南瓜香，好吃哎。被你讲的这么厉害，真的，而且我很怕吃到米粉就是很干，它的米粉非常的湿润。但我现在最想吃的是，最想吃这个石斑。这条鱼你想忽略它都没办法，很难很难。盐蒸石斑，它已经震惊到让我整个结巴了。因为我看菜名盐蒸石斑，可是它看起来不太像盐蒸的。对，我以为盐蒸可能是上面就有扒盐巴啊，然后属于比较偏咸的那种口感。就一来说，有点像是红烧，因为它的豆豉满的。因为毕竟它是石斑鱼，石斑鱼就是非常好吃的一条鱼，而且营养价值还特别高。但说到就是出肉菜，绝对少不了就是这一道油皮雷霸生。对，赶快来喝一下。我来帮妹姐盛一碗，谢谢。它是从北投发起，因为说刚那个就是经济变好的时候，在北投比较多的酒店，然后那时候呢，经济还没有到大家都平均一样这么的有钱的时候呢，只要呢你请客人啊有吃到这一道料理，代表他就是贵客。因为那时候呢，罐头从日本进来算是高档食材。然后呢，鱿鱼呢又是比较贵一点的东西，所以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呢，请客人代表你是贵客。我们今天拍这集啊，刚好是新年的第2天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大富大贵了。对，BOSS姐妹的寿司也开始大红大紫。我觉得它这碗的料里面也太多料了吧？对啊，而且它上面的那个蔬菜也是给的满的。来给你灌，我来喝一下这个汤。哇！它里面满满的那个鱿鱼肉，然后跟一些那个瘦肉在里面，汤真的很甜，而且我觉得好处是啊，它会越焖越久，甜味会越出来。但是呢，你看它好像味道很重，但不会过于强调其他蔬果的味道。然后重点在于你喝完这碗汤之后啊，不油腻。而且我觉得重点就是整个喝下去心都会暖起来。刚好我们今天录的时候有点冷，还下雨，它这个刚刚好，我的围巾都不肯拿下来，你看看。有多怕冷丢瓜？但是你就算经历过这么冷的冬天，你还是会喜欢夏天吗？真的没有很喜欢，我好讨厌流汗的感觉哦，我没办法像你一样越热吃越多哎。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夏天。但我没有办法，就比赛，我看你在大太阳底下吃热东西啊，然后要吃快，然后汗这样流，我觉得我真的不行哎。你为什么可以熬过来啊？我也是刚好相反，就是我热的天气可以吃很多，但是我冷的天气我就反而就吃蛮少。蛮像那个虱目鱼柳，这根本就是原型食物啊，虽然它是炸的，然后它那个里面肉呢很厚切。一般虱目鱼的话呢，好像就是上把鱼梅啊、上把鱼豆啊那一种，有鱼有肉，还有炸物，然后还有油饭，卤肉跟菜，还有一锅这么好喝的汤。我们提前过年了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摸来，恭喜发财！这样3五好友在那边吃一株啊，真的很棒因为台南就是很多地方可以走走看看嘛。你知道你吃的很饱，附近散步一下，然后外面呢就很多小巷弄啊，你慢慢走，慢慢散步，消化一下，整个很完美的行程呢。真的，而且就也可以顺便拜拜。刚好隔壁呢就是一间香火鼎盛的天后庙，去拜一下，祈求自己新的一年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没错，身体健康、平安顺利。你知道上次我们看到那个。虽然说现在大家的那个留言很多，我们都还是会看。然后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留言的，他就说旁边那个年纪大的整容的，真的让我很分心。我想说，整容谁？我以前可以整容你不用太在意啦。我觉得那都是看看就好了，因为很多人也有在。我就不在意啊。他有说那个年纪大的整容的，我说他整容目前没有那个费用但如果因为有想要合作的话，也可以请留言。太满意了。
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询问老板能不能让我们贴保时贴纸一张，走。好，那我们觉得这家店都很好吃，然后老板也同意让我们贴贴纸，那我们就贴在这边吧。好的，暴食姐妹，大家可以跟循着我们的贴纸一起来吃美食哦，好吃，推一个。要来吃的这一家就在康乐市场这边，它的店名呢就是谐音梗，非吃不可，很好笑。那我们进去点餐吧，螺蛳粉。哇，开心！这个根本就是满汉全席了吧？对，是为了我准备的，知道我爱酸又爱辣。你那一碗看起来好可怕啊，怎么那么红啊？我这碗是中辣，我还会看大辣。大辣我觉得还好哎，要喝一下吗？不要。我觉得我的小辣其实也还好，但比较多的是那个酸笋的那个味道在里面。刚刚每一个那个蛋有没有？它里面吸了满的汤汁哎，这就像是吃麻辣火锅之后必点的油条的概念一样。而且我好喜欢它的那个汤头的味道，就是真的很酸很过瘾。而且我们几乎就是把整个店的全品项点起来了。像我这一碗就是这个肠旺的部分，然后肠旺里面有鸭血、酸豆，然后木耳，这边都是它基本的料。我第一次吃螺蛳粉的时候啊，我是在家吃，因为它前阵子很红，然后都有卖那种调理包，对不对？我就买回家自己煮。我阿嬤就是看到我在吃螺蛳粉，然后他想说那是什么鬼东西，有够臭。他说你讲虾米拿回，那你就炒啊！我在讲螺蛳粉啊。我真的第一次体验到螺蛳粉有多臭，是有一次我朋友在煮东西，我就看不进去，哦，谁脚这么臭啊？那不是螺蛳粉的味道。我说啊，我误会了，就吃起来就真的很好吃，就像台湾的臭豆腐一样，闻了很臭，但是好好吃。你讲到臭豆腐，我就可以理解它的含义了。哇，它里面还有肉片呢。哦，这么豪华？对啊，它其实里面一碗的料真的超丰富的。放手，我就捏到你的手。不会，那我这样做好了。就算就是有时候吃饭会打架好了，我还是很喜欢跟朋友去吃饭，我们两个坐旁边，我不喜欢面对面。我觉得有时候要讲秘密的时候啊，闺蜜坐旁边真的是比较需要。但如果你是商业用餐的话，还是面对面的做比较好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花生呢又香又脆，是整碗面的花龙点心。哎呦，谐音梗，今天要来比了是不是？来哟！整碗里面我最喜欢的反而是炸弹跟木耳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觉得木耳的存在感蛮低的，因为木耳你不觉得它就增加个口感一个脆度嘛？而且你不觉得螺蛳粉就是你咬不断？我真的觉得大家以后长寿面要不要换成螺蛳粉好了？很好鼓溜进去。对啊，那我们来吃个小菜吧。五谷鸡爪真的是懒人的救星。来一个，有一股烟熏的味道，而且它的肉算多哎。那个烟熏味真的会从慢慢的口腔啊、鼻腔整个出来，然后重点是还不会到很咸，虽然它的酱色看起来很重，但真的不咸。我的海蜇被 Q 到，你有听到我在咬它吗？这两样都是吃的那个声音会传回去脑内的。然后它的猪脚也是也可以单点的，他们家东西不错哎，基本上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再多加一份。而且我们一次就是点全品项起来了，超过瘾的。我觉得单点猪脚的话，可以把这个猪脚拿回去汤里面泡，我觉得会更有味道。要泡，好吃。如果你真是喜欢吃它的皮是 Q 比较需要嚼劲的话，那你就弄单点，不要泡在里面。然后你是像我比较喜欢吃那种很软嫩的话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或者是你就直接点这个猪脚的口味。那个皮跟那个肉很软，但它的软呢又不到 loba 那一种，就是你一夹就会散掉的。你还可以维持到它一点点弹的口感，然后那个胶质感很重。就是你知道，我们常常在说吃到嘴巴里面会有一层保护膜的感觉。但我觉得就是吃单点跟泡过汤的差别，就是单点的猪脚的话，它就是没有泡过这支汤，所以它是吃很原本猪脚的那种鲜甜的猪肉味，所以我还是觉得泡过汤会比较适合呢。满足完食。我还听到你嘴巴一直烤给我的声音。海蜇皮本人真的很脆啊，怎么可以这么好吃？真的太满足了。这酸辣粉，就是妹姐这样吃下来，你最推荐哪一个口味？猪脚，你最推荐猪脚？我觉得还有一种很那种类似那种异国中西合并的感觉，它把台式料理融入在里面，
反而呢有那种很加分。然后最好的是呢，做完里面再加多利鱼，再加一份炸弹，就超级完美了。炸弹真的是灵魂啊！我自己本身的话，我是推那个5根肠旺，因为本身酸辣粉很臭嘛，然后那个5根肠旺就油本身也蛮臭的，所以臭三加臭，赞不得正吗？对，不得正，赞。那我们就继续前往下一家吃美食吧。走。我们现在要来吃的就叫做爱搭讪，谐音梗就是爱搭讪你。这一家店是台南腐饭界的天花板，那一定要吃看看喽。没有错，那我们进去吧。耶！开心哦，怎么那么香啊？对吧？开动！而且这一间呢的那个腐饭都是那老板用台湾在地的食材下去做的，而且我还听说，老板为了要做个腐饭，他连锅子啊全部都从日本空运搬过来的呢。它其实每一锅的口味很多像我这一锅就是樱花芋香，它里面是那个高雄的甲仙芋头跟东港的樱花虾下去做那个烹煮的，然后它是从生米煮成熟饭，整整20分钟。这是个恋爱到成家的概念啊，生米煮成熟饭。对啊，青米煮假崩。我这是青鱼虱目的口味，2种鱼在里面。而且我就是刚刚有听老板说，你那个虱目鱼肚是台南的，然后青鱼是日本的。它真的是把哪一国就哪一个县市最有名的东西就放在这个锅里面。而且你看这个剖面超漂亮，它的最下面那个还有一点锅巴的感觉耶。这个米啊大有来头，它是台东的慈善冠军米，所以特别的香，特别的好吃。我认真的，我觉得米的好坏真的吃得出来。比如说泰国香米啊，跟马英国的米其实都不太一样。而慈善米啊，它最晶莹剔透，然后最饱满，而且它的米质啊最 Q 最弹。因为腐饭我们真的很少遇到，对不对？我平常也很少吃到这个东西耶。你说可能石锅拌饭还比较常见，但今天吃的这个完全我日常生活中我没有吃过。我也是，我觉得特别香尤其是就是整个都从生米，然后慢慢这样煮，然后吸饱它的汤汁。然后这样整个呈现出来，而且刚刚很神奇的是，就是我们就是在掀开之前它其实都有定分钟，然后跟我们说那个要几分钟就把它掀开。重点是老板也都是用超高成本的食材下去做出这道美味的菜，这倒是真的不计成本。我对我前面这个好好奇哦，姜这道的话就是姜爆鸡，也是老板就是很自豪的一道菜。他说这个姜呢，他就说别间店都没有像他可以做出这样的口感来，酥酥脆脆的。通常这个姜片都很像是三杯鸡，但三杯鸡比较湿的做法，这样干干的，然后可以把一片，它有点像是，这有点像是饼干但那个姜不会辣，一点都不辣而且这个天气吃姜，整个都可以把胃啊、身体都暖起来。这个鸭嗓被那个整个米饭蒸过之后，充满了那个米香味之外，蒸过那个水蒸气又锁在那个鸭嗓里面，我觉得吃起来特别多汁。而且老板选用的可是宜兰鸭嗓的，最出名、最有特色的。对，你都不用出其他县市来这边吃，就可以把台湾吃透透喽。我来吃看看我的麻油鸡。我觉得我的麻油鸡很特别的是，味道如果中点的话会带点苦。然后因为它的姜啊，其实老板每个姜片都给的超大片的，但它的姜奇怪的是啊，一点都不辣。不过我们刚刚吃的是这样的做法，还是这样的做法，它的姜一点都不会辣就很顺口，可以全部吃下去，而不会想把你拿出来。说不定这也是老板用心的之一。除了小菜套餐好吃之外啊，跟我们一样这么爱吃蛋料理的人，绝对不能够错过老板他们家的这个土鸡太阳蛋。你看那个蛋黄是带橘色的，而那个蛋黄很饱满。然后把那个蛋黄直接流到饭上面的感觉，跟饭一起吃。另外呢，如果你喜欢吃比较古早口味的话，你可以加酱油，或者是加胡椒盐是都可以的。一定要加点那个土鸡太阳蛋，太好吃了。那我要选择古早味的吃法，就加酱油。好，而且我们还点了文蛤，颗颗饱满，超大颗。好甜哦，新鲜，满满的海味在嘴巴里面爆开来。它的蛋真的好浓哦，那蛋黄香好香。而且半熟却不腥。
不搭饭好可惜哦。蛮想吃完它再吃一口饭，也是搭饭的。我的花雕鸡酒的香味整个扑鼻而来啊！哇，那个饭整个都已经入味了啦，这种酱色最好吃。味道一直抛过来。我们今天都把腐饭的全品项点起来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这5样。那其实店里面也有很多定时，然后等着我们去就是慢慢吃。定时感觉也很厉害哎，对，下次来的话可以再点其他的。大家口味吃看看。干杯！满足啊！再杯饮料收尾。我们今天吃3家，但我们吃了超多道菜的。你最喜欢哪一道？我觉得每一样的特色都不太一样，但我今天最喜欢的是，真的很难抉择哎。真的耶！我想一下哦。妹姐先讲。我想好了，我最喜欢今天的那个石具卤肉，因为石具嘛本身就是个我可能也之前吃过，但我第一次知道它的名字。然后重点是它的卤肉啊，肥而不烂，然后油而不腻，然后呢味道又不会太咸。你拌我们今天不管吃的油饭也好啊，或者是那个金瓜米粉也好，我觉得每个都好好吃，所以我投它1票。我觉得中午那个也很好吃，我刚吃到这个芋头的这个樱花芋香饭，我觉得它整个深得我心，因为我本身就很爱吃芋头，然后它这个芋头是整个吹到整个软绵绵的，跟米饭融在一起，又在它里面那个樱花虾特别的香，然后它好像还有再加一些酱汁、油葱酥进去，我觉得吃起来就是非常下饭。推荐一定要点那个土鸡太阳蛋，这真的是连起来，因为会吃到半生熟的鸡蛋，它不腥，味道又浓的，真的很少见。那个蛋这样够新鲜呢。如果大家来台南呢，想要找一些平常不一样的美食小吃，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今天的走的路线。重点店名都是谐音梗，玩起来谐音梗就对了。你目前听过最酷的那个谐音梗的店名是什么？爱烤爱对喽。那间是卖什么的？也是台南的一间烧烤店，然后刚好在年底的时候最后一天结束营业，然后它的烤就烤肉的烤，我觉得这个很酷。目前遇过的话就是那个他的店对面开了一家全家，他就叫全家对面，他是那家面店，然后那个面的话就是那个面。这个很棒哎，对，我觉得很好笑，那时候笑我这记在脑海里面。真的，大家如果还有知道什么样好好玩的那个谐音梗的店面啊，或也可以那个留言，说不定我们下次就去吃了。对呀，有可能哦。好了，那也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啦，然后呢，记得要把它订阅起来哦，追踪一下我们的未来综合台，支持报纸姐妹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